作为德川御三家之首的尾张藩，本应是德川幕府最坚强的屏障，最终却成了德川幕府的掘墓人。自黑船来航，家主德川庆盛深知由普代大名把持的幕府独裁专政是国内政治矛盾的根源，所以他积极支持让沿海的万样雄藩来参与中央决策的幕政改革。1858年，锦衣直弼发动清洗改革派的安政大狱，德川庆盛也被处以软禁，这让庆盛意识到幕府已经无药可救。为了不让德川姓氏彻底背负历史罪名，保证家门的延续，唯一的出路就是作为德川大表哥的尾张藩也去尊皇倒幕。1864年第一次长州征讨，德川庆盛被推举为征讨总督。他不仅让西乡隆盛担任参谋，将实际的指挥权交给西乡隆盛，更是支持西乡隆盛的以和止战，让长州藩保住了军事力量。1868年，在决定如何处置幕府将军的会议上，在萨长两藩的主导下，强行通过了要求将军庆喜辞官纳帝的决议。作为德川血亲的庆盛，不仅没有提出异议，甚至亲自前往二条城，向自己的堂弟德川15代将军庆喜传达决议。虽然庆盛做出了决绝的选择，但尾张藩内部的意见却没有统一。以首席家老渡边新左卫门为首的保守集团坚持尾张乃德川家门，应该支持德川幕府延续统治。鸟羽伏见之战爆发，景之玉旗升起，幕府军溃败。为了不让尾张藩蠢蠢欲动的保守集团做出僭越之举，拖累尾张德川成为朝敌，庆盛从京都疾驰归藩，对藩内保守重臣进行清洗。首席家老与其余10余名保守派重臣或被当场斩首，或被下令自裁。清洗过后仅5日，尾张藩便整军出发，正式加入新政府军。东海道沿途的普代大名们惊恐地发现，打头阵的并非萨贼长奸，而是德川御三家之首，沿途藩国望风而降。通往江户的大门因此洞开。庆盛的亲弟弟会津藩主松平荣保与桑明藩主松平定敬毅然维护德川幕府，即使在德川庆喜开城投降之后，依然选择武力抗争到底。可大势已去，会津藩付出了极大代价后被迫投降，藩主松平荣保被囚禁，3000会津武士遗体被禁止埋葬，暴露荒野，17000名遗族被流放死地。桑明藩主松平定敬转战北海道，战败后流亡上海，却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回国投降。德川庆盛在幕府倒台的10年后，终于与3个弟弟在东京首度聚首。三弟松平荣保虽然年过40，却消瘦佝偻，白发苍苍，人生唏嘘，造化弄人。作为大哥的德川庆盛，最终还是将弟弟们安全地重新聚拢在身边。